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美国中年男人，在1992年曾经对着收音机用非常平静的语气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这个世界其实是一座早就写好剧本的舞台，而我们绝大多数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只是这出大戏里的临时演员，忙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却从来没有翻开过那本剧本的封面。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说，我曾经翻开过。他翻开剧本，不是因为他是先知，也不是因为他会通灵算命，而是因为很多年以前，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美国海军制服，在一个本不该由他这种小人物打开的保密档案里，无意中读到了其中的几页。9年之后，他死了，而他的死法和他很多年前就亲口说过的几乎一模一样。最诡异的是，他当年描述过的那几页剧本，如今在2026年的今天，正一页一页慢慢变成我们每个人眼前的现实。他的名字叫做米尔顿·威廉·库柏，大家更习惯叫他比尔·库柏。今天我们就试着把这个男人当年读过的那几页所谓的世界剧本重新一页一页翻开，摊在你面前。看完之后，是觉得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还是觉得后背阵阵发凉？你自己决定。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说清楚一件事，今天这个故事注定会充满争议，因为它的主角是一个被一部分人当成圣人，又被另一部分人当成骗子的男人，所以我不会要求你去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恰恰相反，我反而希望你带着最大的怀疑，跟我一起把这个男人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一遍。因为这个故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从来都不是它到底准不准，而是当我们把他那套几十年前的说法和今天这个越来越让人看不懂的世界放在一起对照时，我们会被逼着去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又有多少是别人替我们悄悄安排好的？我们先把时间倒回去。比尔·库柏出生在1943年，一个标准的美国军人家庭。他从小跟着当空军的父亲，在世界各地的基地之间搬来搬去。长大以后，他很自然的也穿上了军装，先是进了空军，后来转到海军，还在越战期间上过战场，在巡逻艇和潜艇上服役。这是一个在体制里泡大的人，他懂得服从，懂得保密，也懂得什么叫做命令。换句话说，他绝对不是那种一开始就站在体制对立面的反骨之人，恰恰相反，他曾经是这台庞大机器里一颗忠诚的螺丝钉，而越战的经历据说在他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那是一场让无数美国年轻人对自己的政府第一次产生巨大怀疑的战争。一个曾经坚信自己在保家卫国的军人，亲眼看到了战场上的种种，再回过头去重新打量他效忠的这个体制，那种信念的崩塌是会把一个人彻底改变的。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比尔·库柏内心的转变到底是从哪一刻开始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他最终决定要把矛头对准他曾经效忠的一切时，他非常清楚自己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几乎是亲手把自己从一个体制内的人变成了一个被体制追杀的人，而真正改变他一生的是他后来的一个职务。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曾经被调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情报简报小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负责把最高机密的情报整理好，呈报给舰队最高指挥官过目的那一小撮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大量盖着最高机密戳记的文件会从他的手上经过，而他声称正是在这个位置上，在1970年代初，他看见了一些东西，一些远远超出一个普通军官权限，也远远超出他心理承受能力的东西。他说，那些文件里有关于不明飞行物的绝密报告，有关于外星接触的记录，更有一份份关于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未来几十年要怎么走的详细计划。他形容自己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无意中走进了放映室的观众，提前看到了整部电影的结局。从那一刻起，他说，他就再也没办法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再也没办法像从前一样安稳地活下去了。当然，这只是他单方面的说法，没有任何一份解密档案
能够100%证实他真的看过这些东西。这一点我们先牢牢记在心里，后面会专门回过头来讲。但无论真假，这个故事的种子就这样埋下了。一个自称读过剧本的人，决定要把剧本的内容喊给全世界听。那么他到底声称自己看到了什么？这部分恰好是这个男人最早成名，后来却又让他最受争议的地方。在踏入秘密政府这个主题之前，比尔·库柏其实是靠着不明飞行物，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幽浮这个话题闯出名号的。在1980年代末，他开始公开宣称，美国政府不仅早就知道外星人的存在，甚至还和某些外星文明签订过秘密协议。他描述的版本今天听起来简直像一部好莱坞大片。他说，有一个极度机密的小组，专门负责处理外星事务。他说，在内华达州的沙漠深处，有一个被外界称为51区的秘密基地，那里进行着最不可告人的研究。他甚至把外星人的种类、飞碟的型号、坠毁和回收的细节都讲得绘声绘影。在那个还没有网络资讯极度封闭的年代，这些说法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整个幽浮爱好者的圈子。可以说，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幽浮传说的母题源头都和这个男人脱不了关系。但这里又得补上极为重要的一笔，比尔·库柏关于外星人的这套说法后来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连幽浮研究圈子内部都有很多人不买账。更关键的是，到了1990年代之后，比尔·库柏自己的态度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他开始公开表示，他怀疑当年那些关于外星人的文件本身就是政府故意放出来的假情报。他认为那个目的是用一个更耸动的外星威胁来掩盖他们真正在进行的那场针对全人类的地面上的控制计划。换句话说，这个男人亲手推翻了自己早年赖以成名的那套故事。你说他到底是越来越清醒，还是越来越混乱？这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到了1988年，比尔·库柏说他再也忍不住了，因为他发现当年在文件里看到的那些计划正在一件一件按照时间表发生。于是他开始到处演讲，开始上各种电台节目，像个传教士一样，逢人就讲他所知道的内幕。一开始大家都把他当成怪人，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被他那种斩钉截铁的语气吸引。他从来不说也许，不说大概，他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一样又狠又准地敲进听众的脑子里。真正让他一炮而红的是1991年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取自《圣经启示录》里最恐怖的一段。启示录里说，当第4个封印被揭开，一匹灰白色的马就会出现，骑在马背上的名字叫做死亡，阴间也跟随着他。比尔·库柏就用这匹苍白的死亡之马给自己的书命了名，我们姑且把它叫做苍白骑士。光是这个书名就已经把他想要传达的那种末日感铺满了整个封面。在那本书出版之后，比尔·库柏并没有停下来，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疯狂的事。他开了一档每天深夜播出的短波广播节目。短波是什么概念？那是一种可以跨越国界传到地球另一端的老式无线电。每天当大半个美国都已经睡下，比尔·库柏就会坐到麦克风前，用他那把带着军人威严的低沉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对着那些在黑暗中收听的人，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他把他的听众称为自由人，反复地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醒过来，做一个能够自己思考、自己做主的人。那档节目在很多老听众的记忆里成了一个时代深夜里的某种精神图腾。而那本苍白骑士后来变成了一个地下传奇。它从来不是什么登上畅销榜的体面读物，但它的影响力却像地下水一样悄悄渗透进了美国社会的每一道裂缝。它在嘻哈圈里被一代又一代的饶舌歌手反复引用，它在监狱里被囚犯们翻到书页脱落，它在无数个深夜的车库和地下室里被一群相信自己看穿了世界的人当成圣经一样传阅。可以说，今天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大半套关于秘密政府的说法，源头都能追到这本书上。也正因为影响力这么大，这本书的传播其实还带着一段相当黑暗的尾巴。
在1990年代那个美国民间武装团体兴起的年代，苍白骑士成了许多反政府人士的精神读物。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后来制造了奥克拉荷马市爆炸案，那场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亡的本土恐怖攻击的凶手，据说也曾经四处兜售和推荐这本书。一本书可以唤醒一个人的警觉，也可以喂养一个人的偏执，甚至可能成为点燃灾难的火星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聊这本书的时候，必须时时刻刻保持一份清醒和距离。说到比尔·库柏的同行，这里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在那个年代，美国还有另一个非常有名的靠揭露阴谋起家的广播主持人。有趣的是，比尔·库柏一点都看不上这位同行，他公开批评对方是一个只会贩卖恐惧，靠着耸人听闻来博取关注的人。他觉得真正的觉醒是要冷静地基于证据地去思考，而不是整天把听众吓得魂不附体。这场两位阴谋论大师之间的隔空互呛，至今还被很多老听众津津乐道。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即便在这个圈子内部，对于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表演，也从来没有过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比尔·库柏想告诉你的就是，你以为的这个世界是假的。他说，真正的历史并不是由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些总统、那些选举、那些政党在推动的，真正在背后下棋的是一小撮你永远不会在选票上看到名字的人，一个跨越国界、凌驾于所有政治分歧之上的秘密圈子。比尔·库柏最喜欢用的比喻就是下棋。他说，普通人看政治，看到的是棋盘上你来我往的热闹，今天这个党赢了，明天那个党输了，大家为了支持哪一边吵得面红耳赤。可在那一小撮真正的棋手眼里，棋盘两边的棋子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左边也好，右边也好，红的也好，蓝的也好，全都是他们手里用来推进局势的工具。为了赢得整盘大棋，牺牲掉几枚棋子，制造几场混乱，甚至挑起几场战争，在他们看来都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战术。而这盘大棋最终要走向哪里，比尔·库柏给出了一个让无数人闻之色变的词：新世界秩序。他说，这一小撮人真正的目标是要一步一步瓦解掉所有国家的主权，废掉所有国家的边界，最后把全人类整合进一个单一的由他们掌控的全球政府之下。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国家，没有公民，只有被管理的人口和被分配的资源。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套标准的阴谋论吗？没错，这就是阴谋论。但比尔·库柏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不只是空口说白话，他在书里塞进了大量他声称是证据的东西，各种条约，各种誓词，各种他说是从机密文件里抄出来的计划片段。他像一个偏执的拼图玩家，把成千上万块看似毫不相干的碎片，硬是拼凑成了一幅完整的指向同一个方向的图画。而这幅图画的震撼力恰恰来自于它的完整，它让你觉得原来这个世界上所有让你困惑的事情背后都连着同一根线。比尔·库柏的拼图里有一些是他招牌式的极度大胆的具体指控，比如关于甘乃迪总统遇刺这件20世纪最大的悬案，比尔·库柏就提出过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说法。他声称真正开枪打死甘乃迪的根本不是那个众所周知的凶手，而是另有其人，甚至牵扯进了那场巨大的秘密。这个说法后来被大量的影像和证据反复检验，最终被广泛认定是站不住脚的。但你必须承认，这种把所有最大的谜团全都接到同一张网上的本事，正是比尔·库柏最迷人也最危险的地方。他总能给你一个简单到极致的答案，去解释这个复杂到让人绝望的世界。如果你真的翻开这本厚厚的苍白骑士，你会发现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没有边界的迷宫。他从一声警告开始，比尔·库柏一上来就告诉读者，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谎言，这个国家正在沉睡中一步步走向被奴役的深渊。接着他带着你穿过一个又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主题，从秘密社团的历史到他声称的各种古老条约，从联邦政府的紧急权力到他眼中那个早已被掏空的宪法。
再到后面，话题又突然一转，从地面上的阴谋飞向了天上的飞碟，钻进了沙漠里的秘密基地。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也是它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它拒绝把任何事情分开来看。在比尔·库柏的世界里，金融、战争、法律、媒体、科学、疾病、毒品，还有外星人，全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们是同一台巨大机器上环环相扣的齿轮。它告诉你，你之所以觉得这个世界混乱，看不懂，恰恰是因为有人故意要让你看不懂。而只要你接受了它这套框架，你就会觉得，原来世界上所有的不幸和荒谬，背后都藏着一个冷酷而清晰的设计。这种感觉对于一个在现实里感到无力的人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在这幅大拼图里，有一块碎片，是整本书最让人毛骨悚然的部分。它的名字叫做无声武器，寂静战争。比尔·库柏说，这份文件的来历非常离奇，据说是有人在1986年从一场军方的旧货拍卖会上买回了一台二手的影印机，结果在拆解整理这台机器的时候，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一份夹着的，看起来像是最高机密的文件。这份文件自称是一份内部的城市设计手册，他一开头就写了一句让人寒毛直竖的话。他说，这份文件标志着第3次世界大战的开战25周年，而这场大战被称为寂静的战争。它不是用坦克和飞弹打的，而是用一种看不见的无声的武器在打。那么这种无声的武器到底是什么？答案是数据、资讯、经济还有心理。这份文件的核心思想放在1950几年那个年代，简直像天方夜谭。他说，一群掌权者很早就意识到，如果能够收集到一个社会里所有人每时每刻都在变动的经济资讯，比如你买了什么，花了多少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那么只要有一台足够强大的电脑，就能把整个社会当成一个电路来计算。你可以预测这群人下一步会怎么想，怎么做，甚至可以悄悄地把整个社会推向一个你预设好的方向，而被推动的人自始至终都毫无察觉。文件里甚至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当这一切就绪，掌权者就可以用按一个按钮的方式来控制整个世界。请你记住这句话。在1992年，当比尔·库柏在收音机里念出这段文字的时候，绝大多数听众的反应是哈哈大笑。一台影印机里调出来的鬼话，用一台电脑控制全世界，这听起来就像三流的科幻小说。可是，朋友，请你回到2026年的今天，回头看看你口袋里那台手机，看看那些比你还了解你自己的演算法，看看那些根据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停留，精准推送给你的内容，然后再回头读一遍那句话，用按一个按钮的方式控制整个世界，你还笑得出来吗？这份所谓的无声武器手册还有一个更阴险的细节，特别值得拿出来说。他声称，要控制一个社会，最难计算的其实是普通家庭的消费行为，因为人心善变，难以预测。于是，这套理论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去收集每一个家庭的数据，去摸清你的喜好、你的习惯、你的恐惧，直到能够精准的预测，并且引导你的每一个选择。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这简直就是在描述今天那套围绕着我们每个人打转的庞大的数据和广告产业？30多年前一份来历不明的文件，竟然像是给今天的世界画了一张草图。而把这套理论串起来的核心套路，比尔·库柏反复地强调，就是制造问题，再提供解决方案。他说，掌权者真正的手法，从来不是直接把你想要的东西抢走，而是先亲手制造一场危机，一场混乱，一场让你恐惧到极点的灾难，然后静静地等待，等待你在恐慌之中自己跑出来，哭着喊着求他们给你一个解决办法。这时候他们在不慌不忙地端出那个他们从一开始就准备好的方案，而那个方案的代价往往就是你的某一部分自由。你不但不会反抗，反而会对拯救了你的他们感激涕零。在比尔·库柏看来，这才是整个世界剧本里被使用的最频繁也最有效的一招。在《苍白骑士》这本书里，
比尔·库柏还花了大量篇幅去描述他所谓的这个国家内部早就准备好的一套用来对付自己人民的机器。他指着一些跟国家紧急状态有关的法案，指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声称在国家紧急状态这个冠冕堂皇的名义底下，藏着一套可以用来拘押异议者、终止宪法权力的隐秘架构。他说，这套机器平时就像沉睡一样，静静地躺着，只等着一场足够大的危机降临就会被唤醒。我必须说清楚，他这部分的很多具体指控后来都被证明是夸大甚至是错误的解读，但他真正想戳中的那个恐惧却意外的经久不衰，那就是当一个社会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下，人们会多么轻易的为了一点点暂时的安全感，亲手交出自己最宝贵的自由。不过，真正把比尔·库柏从一个地下怪咖推上神坛的，并不是这些听起来缥缈的理论，而是一件具体到了极点，也残酷到了极点的事情。让我们把镜头对准2001年的6月28日那天晚上，比尔·库柏一如往常主持着他那档深夜广播节目。每天深夜，他都会透过短波电台向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听众说话。可那天，他的语气异常凝重，他对着麦克风向所有正在收听的人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你们要做好准备，一场巨大的攻击就要来了。然后他说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次播放的话。他说，这场攻击发生之后，他们会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一个叫做宾拉登的人身上。但是他几乎是在嘶吼。他说，你们千万不要相信，那不会是宾拉登干的，那会是那些躲在新世界秩序背后的人自己一手策划的。说这段话的时候是2001年的6月底，75天之后，也就是那一年的9月11日，两架民航客机撞向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整个世界在电视直播里看着那两栋摩天大楼轰然倒塌，而在接下来的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几乎是立刻一个名字就占据了全世界所有的新闻头条。那个名字就是奥萨马·宾拉登。你能想象当时那些听过比尔·库柏6月底警告的听众是什么感受吗？他们眼睁睁看着1个多月前还被当成疯话的预言，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分毫不差地变成了现实。从那天起，比尔·库柏这个名字在很多人心里就从一个喋喋不休的阴谋论者变成了一个真正读过剧本的先知。911之后的那段日子，比尔·库柏的节目迎来了他生命中最后也是最疯狂的一段高峰。无数在巨大恐慌和困惑中的人疯狂地涌向他的广播，想从这个仿佛早已知道一切的男人嘴里听到一个解释。他在节目里连续多日试图去拆解他所认为的那场灾难背后的真相。他的声音透过短波电台传向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阔的地方。然而他大概也隐隐地感觉到，当他站到聚光灯最中央的那一刻，他先前为自己预言的那个结局也正在一步一步向他走来。当然，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件事，必须要保持冷静，把另外一面也讲清楚，因为事情很可能没有那么神。对这件事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比尔·库柏发出警告的那个时间点其实是有原因的。就在那之前不久，也就是2001年6月下旬，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已经出现了不少关于宾拉登扬言要对美国发动袭击的报道。换句话说，宾拉登这个名字会跟一场大攻击挂上钩，在当时的新闻圈里并不是什么绝对的秘密。所以怀疑者认为，比尔·库柏与其说是预知了未来，不如说是凭着他多年的经验和敏锐的嗅觉，对着当时的新闻线索做了一次非常大胆也非常精准的推理。而且关于911是一场自导自演的内部行动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个流传极广却被历次官方调查反复否定的阴谋论。我们在这里复述比尔·库柏的原话，是为了还原这个故事的全貌，并不代表这个说法就是事实，请你务必把这一点分得清清楚楚。但即便如此，有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抹去的，那就是在那场灾难真正发生之前，这个男人确确实实当着成千上万听众的面喊出了那个名字。这份在时间线上的精准，无论你如何解释，都足够让人在某个深夜里
反复回味，久久无法入睡。而比尔·库柏的传奇还有更诡异的一笔，因为他不只预言了那场攻击，他还预言了自己的结局。早在很多年前，比尔·库柏就不止一次地对听众说过，他知道自己会怎么死。他说，他们不会在白天光明正大地来抓他，他们会在某个深夜悄悄地摸到他位于山坡上的家门口，然后把他当场打死。他把这个画面描述得清清楚楚，仿佛他早就亲眼看过了这一幕。在这之前，比尔·库柏的麻烦其实已经缠身。1998年，他因为逃税的指控被司法部盯上，法院签发了逮捕令。到了2000年，他甚至被美国法警局列为了重点通缉的逃犯之一。比尔·库柏本人坚信，这一切都是当时的政府和税务部门因为他说的太多而对他展开的政治迫害。他躲进了亚利桑那州一个偏僻的小镇，名叫伊格的地方，在山坡上的家里过着高度警戒的生活。2001年11月5日的深夜，将近午夜时分，阿帕契郡警长办公室的几名副警长来到了他家附近。根据事后的说法，这些警员开着没有标志的车辆，没有穿制服，在他家门外的一处路口制造动静。比尔·库柏听到声音，走出家门查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不同的说法里有着不同的版本，但结果是确定的。双方爆发了冲突，枪声响起，一名副警长中枪受伤，而比尔·库柏在那一夜永远地失去了生命。死亡证明上记载的日期是11月6日。他死的方式，几名警员深夜在他自家门口的山坡上，和他多年前亲口描述的几乎分毫不差。对于他的追随者来说，这已经不只是巧合了。这是一个读剧本的人，最终连自己被剧本写好的退场方式都一字不差地说中了。而对于官方来说，这只是一次因为拒捕而导致的不幸的执法冲突。同样一件事，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这几乎成了比尔·库柏这个人留给世界的最完美的隐喻。在他死后，他的追随者们把他奉为一位为了真相而献身的烈士。他们说，这个男人因为知道的太多，说的太多，最终被他毕生对抗的那股力量给消灭了。他的广播录音，他的演讲片段，在他死后的20多年里，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他们被一遍又一遍地上传、剪辑、传播。每当一个新的时代危机来临时，他们又会被重新挖出来，配上新的标题，获得新的一批信徒。可以说，比尔·库柏这个人虽然死了，但比尔·库柏这个符号却像他口中那个剧本一样，拥有了自己顽强的、不肯谢幕的生命。好啦，铺垫到这里，我们终于要回到今天这支影片最核心的问题。这个在1992年就自称读过剧本的男人到底说了什么，会让今天2026年的我们感到如此不安？那么，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在2026年，这个沉寂了20多年的名字会再一次被人们从故纸堆里翻出来，传遍整个网络？答案或许很简单，因为他当年描述的那几页剧本里，有好几页恰好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时被翻开了。人工智慧的爆发让那一页关于人类扮演上帝的描述突然有了重量。各国对数位货币、对数位身份的讨论，让那一页关于买卖权柄的解读突然有了轮廓。而我们每个人都越来越离不开的那块发光荧幕，更是让那一页关于分心和控制的预言变得无比真切。一个说对了一件事的人是巧合，一个在30多年前同时描述了好几件如今正在发生的事的人，就足以让人在深夜里反复的睡不着觉了。接下来，我就带你一条一条看看他当年描述的那几页剧本。第一页，也是最核心的一页，叫做剧本本身。比尔·库柏最惊人的观点，其实不是预言某一件具体的灾难，而是他指出，那些掌权者是在照着一个剧本行事。他甚至认为他们会刻意利用人们心中的宗教预言，比如《圣经启示录》里描述的世界末日，来当成他们的行动蓝图。一方面，他们按照预言里的剧情，一步步制造对应的事件；另一方面，他们又利用信徒们对预言的虔诚，让大家觉得这既然是注定要发生的，我们这些凡人又何必去反抗呢？你看，
当预言变成了一种让人放弃抵抗的工具，那它本身就成了最高明的武器。这就是世界剧本这4个字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含义。第2页叫做被收窄的视野。比尔·库柏在几十年前就预言，真正的审查未必需要长得像独裁。他说，未来不需要派士兵去烧书，去封住人的嘴，只需要让媒体的所有权集中到极少数几只手里，再让里面的人因为饭碗和前途自己学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样一来，老百姓会一直以为自己消息灵通，无所不知。可实际上，他们听到的、看到的、相信的，全都是在一个被精心管理过的范围之内。请你想想，在2026年的今天，我们的资讯是不是正越来越多的从那么几个巨大的平台，那么几套看不见的演算法里流出来的？我们以为我们在自由地浏览整个世界，可我们看到的会不会只是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那一小块？第3页叫做面包与马戏，这是一个古老的罗马概念，意思是只要给民众足够的食物和足够的娱乐，他们就会变得温顺，不再去关心权力的事情。比尔·库柏预言，在未来，娱乐和分心会从一种消遣升级成一种统治的技术，无休无止的体育赛事，铺天盖地的明星八卦，永远刷不到底的各种短影音。他们看起来人畜无害，可在比尔·库柏的眼里，他们是控制机器上一个精密的零件，一个被娱乐喂得饱饱的，情绪上时刻被占据着的大众，是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去追问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里会不会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今天的手机荧幕，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时。第4页是所有预言里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撞得最响的一页，比尔·库柏称之为超越人类。他说，那一小撮掌权者真正的野心远不只是控制世界这么简单，他们的终极梦想是利用科技去追求肉体的永生，去打造更优越的超级人种，最终让人透过技术变成神。他甚至描述了一种人和机器融合的未来。请注意，他说这番话是在30多年前，那时候连智慧型手机都还没有影子。可是今天呢？今天我们每天都在谈论人工智慧，谈论它什么时候会超越人类。我们有人在认真的研究如何逆转衰老，延长寿命。我们有人在研发能把大脑和电脑直接连起来的晶片。比尔·库柏在30多年前描述的那个人类试图扮演上帝的剧本，是不是正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真实地上演？而且，请你仔细想想比尔·库柏这套说法里最吊诡的一个层次。他说，那些掌权者追求的不只是用机器来控制别人，更是想透过机器来超越他们自己作为人的极限。在这个框架里，人工智慧就不再只是一个工具，而更像是一个被用来扮演造物主的祭坛。我们造出一个比我们更聪明的东西，然后我们会不会反过来被他或者被那些掌握他的人重新定义什么叫做人？这个问题在比尔·库柏说出那番话的年代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悬想，可是在2026年的今天，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连最顶尖的科学家们都在严肃争论甚至感到忧虑的真实议题。一个几十年前的广播主持人竟然把问题的方向指得这么准，这本身就已经足够让人深思了。第5页叫做买卖的权柄。比尔·库柏把目光投向了经济，他引用启示录第13章里那个著名的场景，预言未来会出现一套系统，让没有得到许可的人无法进行任何买卖。他把这个和战争、饥荒、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全都串在了一起。在他的剧本里，先是制造混乱和恐慌，等到大家被折磨得受不了，开始主动呼唤一个能够拯救他们的权威时，这套能够掌控每一笔交易的全球系统就会顺理成章地登场。我必须强调，这是比尔·库柏对宗教预言的个人解读。但是，当我们在2026年的今天，看着世界各国都在热烈地讨论数位身份，讨论可以被城市控制的数位货币，讨论一个无现金的社会时，回过头再看他这页剧本，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更何况，我们今天已经能看到，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
个人的信用、个人的行为正在被一套庞大的系统打分。分数高的人寸步通行，分数低的人连买一张车票都可能变得困难。比尔·库柏在几十年前并没有预见到这套系统的具体长相，但他预见到了它的灵魂。他预见到了技术一旦和权力结合，就有可能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一张可以被随时冻结的行走的账户。在那个年代，这听起来纯属疯人一语，可如今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科幻问题，而是一个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了。还有一页叫做被制造的对立。比尔·库柏特别强调，要让一群人乖乖地交出权力，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先让他们自己人斗成一团。他说，当一个社会被撕裂成两半，当人们把所有的怒火都倾泻在另一半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胞身上时，他们就再也没有力气去抬头看一眼那真正站在他们头顶上的人了。制造对立，挑动仇恨，让彼此把对方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这在他的剧本里是一道屡试不爽的工序。我想，生活在2026年的我们，对这页剧本恐怕会有一种格外刺痛的共鸣。打开任何一个社群平台，那种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气氛，那种轻易就能被点燃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怒火，是不是正好就是他当年描述过的那幅景象？而最后一页也是比尔·库柏认为最可怕的一页，叫做自愿的锁链。他说，这场大戏的结局不会是有人拿着枪把你关进一个看得见的牢笼，恰恰相反，那太笨拙了，也太容易引起反抗了。真正的结局是，你会在日复一日的恐惧、分心和疲惫当中被一点一点的说服，最后心甘情愿的自己走进那个为你量身打造的笼子。等到有一天你终于回过神来，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早就把所有能够选择的权利亲手交了出去。最高明的囚禁是让囚犯发自内心的爱上自己的牢房，甚至还会去攻击那些想要叫醒他的人。把这几页剧本一页一页摊开以后，你可能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个在20多年前就已经死去的男人，他描述的那个世界怎么会和我们此刻正生活着的2026年重叠得这么厉害？一个被少数平台喂养着资讯的世界，一个被无穷无尽的内容占据着每一分钟注意力的世界，一个正在认真讨论要不要让机器拥有超越人类智慧的世界，一个连我们用什么方式花钱都可能被重新定义的世界。当这些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他30多年前的口中跳到我们今天的眼前时，那种感觉确实会让人在某个瞬间觉得脊背一阵发凉。讲到这里，气氛已经有点太沉重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踩一脚刹车，非常严肃地把这个男人和他理论的另一面也完完整整地讲给你听。因为一个负责任的讲述绝不能只挑那些听起来最震撼的部分。首先，比尔·库柏的很多预言之所以显得很准，是因为预言这种东西本身就有极大的解释弹性。一个说得足够模糊、足够宏大的预言，几乎总能在后来的某个现实里找到对应。而且，当一个带着具体日期的预言落空时，相信的人往往不会放弃，他们只会把日期往后挪一挪。事实上，比尔·库柏本人就有过明确落空的预言。他曾经给那场世界末日级别的大战定过一个大概的时间表，说大约从1996年开始，启示录里的末日大决战就会变成现实。结果我们都知道，1996年平平安安的过去了。这里其实藏着一个关于人类心理的很深的陷阱。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喜欢寻找规律，讨厌混乱和巧合，所以当我们手里攥着一个笼统的预言，再回过头去看那些已经发生的历史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自动忽略掉那些没说中的部分，然后死死抓住那1-2个说中的细节，大喊一声太准了。再加上比尔·库柏的很多说法，比如批评权力、批评媒体，本来就带有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味道。它就像一件不分尺寸的衣服，无论套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身上，好像都还算合身。看穿了这一层，你或许就能稍微冷静一点，去看待所有那些听起来
神乎其神的预言了。其次，他那套故事最关键的根基，也就是他声称在海军情报部门看过机密文件这件事，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独立的证实。我们能听到的永远只有他一个人的一面之词。后来甚至有研究者指出，他早年关于外星人的一些惊人说法，连他自己在晚年都做了修正和撤回。而最重要也最不能回避的一点是，比尔·库柏的那本《苍白骑士》其实是一本充满严重问题的书。在书里，他竟然原封不动地收录了一份叫做西安长老会纪要的东西。这份东西是20世纪初被伪造出来的一份恶名昭彰的反犹太文件。它在历史上曾经被用来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和迫害，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而它早就被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一致证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比尔·库柏曾经辩解说，读的时候只要把里面指犹太人的地方换成他所说的那个秘密组织就行了。但这种辩解根本无法洗刷这本书传播仇恨伪作的污点。这也是为什么主流的历史学界对这本书和他的作者始终保持着最严厉的批评。不止如此，这本书里还有不少在今天看来明显有害且错误的说法。比如，他宣称艾滋病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生物武器，这类说法早已经被严谨的科学研究彻彻底底地驳倒。所以，请你务必记住，我们今天聊比尔·库柏，是把它当成一个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剖析，而绝对不是在说他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理。它更像是一块巨大的罗夏墨迹，在崇拜者眼里，他是殉道的先知；在批评者眼里，他是危险的骗子；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只是一个被自己的偏执一步步吞噬掉的悲剧性的人物。那么，把这些光环和污点，这些震撼和荒谬全都拨开以后，比尔·库柏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还算得上有价值的东西吗？有意思的是，恰恰有那么一点，很多被那些末日预言吓得不轻的人都忽略了比尔·库柏反复强调的另外半句话。他其实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是注定的。恰恰相反，他几乎在每一次演讲的最后都会回到同一个呼吁上。他说，这个剧本是可以被改写的，而改写它的唯一办法不是恐慌，不是躲藏，更不是束手就擒。他说的方法其实朴素得有点不像一个阴谋论者。他说，去清醒过来，去自己读书，自己查证，凡事都要求一个证据，不要因为某个权威说了，某个荧幕上播了，你就全盘接受。他说，去独立地思考，不要把自己的脑子外包给任何人。他还说，要趁着我们还握有这份权利的时候去参与，去发声。你发现了吗？把比尔·库柏所有那些关于外星人、关于秘密政府、关于末日大战的骇人听闻的内容全都拿掉之后，剩下的这个核心其实一点都不神秘，也一点都不阴谋。它甚至算不上是什么预言，它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一个关于责任的道理。保持清醒，独立思考，拒绝被动，别把判断的权利轻易交出去。这些话，无论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什么剧本，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听进去的。说到底，一个健康的人既不应该对着任何声称掌握了终极真相的人全盘照单全收，也不应该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疑问都嗤之以鼻，懒得去想。真正困难也真正珍贵的是走在这两者中间的那条窄路，一边保有对权力的健康的警惕和怀疑，另一边又始终坚持用证据和理性来检验每一个让你心动的说法。比尔·库柏这个人恰好同时示范了这条路上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他提醒我们要保持怀疑，这是他好的一面，而他自己最终又掉进了不加分辨地，去相信一切阴谋的深渊，这是他坏的一面。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堂值得我们反复琢磨的课。所以我们最后再回到那个舞台的比喻上。聊了这么久，你会发现关于比尔·库柏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或许根本不是他到底有没有真的读过什么秘密剧本，也不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猜中了那场攻击。真正让人不安的是，当他描述那个被分心、
被管理、被各种娱乐喂得舒舒服服的世界时，我们竟然能毫不费力地认出我们自己。他描述的到底是一份藏在保险柜里的秘密剧本，还是说他只是把人性里那些懒惰、逃避和容易被操弄的弱点打了一盏特别亮的灯，照给我们看而已？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不管答案是哪一个，这个男人留下的那句最朴素的话似乎都还值得我们放在心上。那句话的意思大概是，这个剧本，这种无声的控制，只对那些从来不肯翻开它、从来不肯抬起头看一眼的人才真正有效。而对于那些愿意自己去读、去问、去想的人，那本所谓的世界剧本根本就困不住他们。所以无论你看完今天的故事，是相信、是怀疑，还是只把它当成一个茶余饭后的离奇传说，都没有关系。比尔·库柏在30多年前喊出的那句话，放到今天或许依然成立。别当一个从不翻开剧本的临时演员，读一点，问一点，想一点，然后永远记得抬起头，保持清醒。这可能才是这个故事唯一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今天我们要聊一艘船，一艘没有人见过，却几乎人人都听过的船。它没有甲板，没有汽笛，没有救生艇。它在古老的传说里有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名字，叫做黄泉客轮。据说它每隔一段年月就会悄无声息地驶进人间的港口，停靠在你我看不见的码头，然后在某个雾气浓重的清晨拉响只有王者才听得见的铃声，带走一批又一批早已订好票却浑然不知的旅客。他从不挑剔身份，不论你富贵或贫寒，年轻或年迈，只要他的名单上写着你的名字，那一程你就非走不可。而现在有一个自称来自2058年的女人，正隔着将近30年的时光对我们大声喊话。她说，这艘船已经买好了票，排定了航班，就要在2026年最后的这7个月里再一次无声的靠岸。她说的这个时间点，距离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此刻可能只剩下短短的几个月。问题是，这一次他要带走的人会不会就坐在你我身边？会不会就是正在荧幕前喝着一口热茶的你？而那个放出这道警告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做国分玲。相信很多人这几个月一定都在网络上反复刷到过她的身影。整件事的引爆点要从2026年2月那个让全球社群一夜疯狂的凌晨说起。那一天是2月24日，时间精准地停在凌晨3点17分。一个已经沉寂了将近5年，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的账号，毫无预兆地突然亮了。系统的登录记录清清楚楚地显示，这次登录来自日本东京本土。他没有发出任何一句话，没有留下任何一张图片，整个账号只在线上停留了短短17秒，然后就像一缕青烟，再度熄灭在数位世界的深处。可就是这17秒，像一根烧红的火柴，被丢进了堆满干草的谷仓。一夜之间，关于他的解析影片在世界各大平台像野火般窜烧，累积的播放次数突破了惊人的20亿。从日本到台湾，从欧美到东南亚，无数人连夜翻出他5年前的旧文，一条一条的对照，越看越是手脚冰凉，越看越是头皮发麻。因为这个女人正是当年那个让整个日本乃至整个华语世界都为之震动的自称从2058年回到过去的未来人。他当年消失前曾留下最后一句沉甸甸的承诺，说自己会在2026年9月26日再一次回到这个时代，补上关于人类未来10年的所有答案。而那一天正是我们现在翘首以盼，心里却又隐隐发怵的日子。要看懂这场横跨5年的大戏，我们得先把时间倒回到一切的起点。2019年的12月，当时在日本一个匿名的网络讨论区里，悄悄冒出了一个自称来自2058年的人。他说自己本名国分玲，生于2034年，在2058年的时候是一所国立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他讲了一个听起来活脱脱像科幻小说的故事。他说他并不是孤身一人胡乱穿越时空的，而是参与了一个由来自日本与中国的13名研究生共同组成的秘密团队。他们呕心沥血，
合力打造出了一台能够进行时空转换的装置。而他之所以会被选中，成为那个回到过去的人，原因既现实，又巧妙地让人拍案。因为他知道自己那位已经过世的父亲生前的银行账户。换句话说，这个团队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把资金跨越漫长时间运送过去的人。他们要在过去埋下一笔财富的种子，再等到遥远的2058年取出收割，用来支撑这个耗资庞大的研究计划。而国分灵就是那个被命运选中的跨越时空的汇款员。这个开头如果仅仅只是这样，那他和网络上千千万万个信口开河的吹牛者没有任何区别，顶多博君一笑，隔天就被人忘得一干二净。真正让所有人猛地闭上嘴，开始正襟危坐盯着他看的是接下来陆续发生的那些事。他在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他的时候，就甩出了一连串具体的预言，而这些预言竟然一个接着一个精准地成真了。他说，东京奥运会地主国日本将会拿下27面金牌。后来奥运落幕，日本的金牌总数不多不少，正好就是27面。他说，2020年的3月，全球的股市会因为一场席卷而来的疫情而暴跌，日本的日经指数会应声崩盘。后来新冠疫情吞没了整个地球，那年3月的那场股灾，至今仍是许多投资人午夜梦回时的噩梦。他说，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辞去职务，而接替他上台的人会是菅义伟。后来安倍果然以健康因素为由请辞下台，接棒的正是菅义伟。他甚至大胆地说出了一个极其具体的日期，他预言东京奥运会将会延期，最终会在2021年7月23日举行。而那场因为疫情硬生生延后了一整年的奥运会盛大开幕的那一天分毫不差，正是7月23日。你能想象当年那些网友一条一条翻看这些被精准命中的旧闻时，是怎样一种毛骨悚然的心情吗？一条两条也许可以说是巧合，可当这么多精准到日期、精准到数字的预言，层层叠叠的一字排开摆在你面前时，那种仿佛被冰水从头浇下的真实感，会让任何一个再怎么铁齿的人都忍不住开始动摇。于是国分灵的名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快，他的追踪人数一路飙升到数十万，就连华语圈最顶尖的知识型频道都专门制作了影片来讨论他这个现象级的人物，把他拿来和那位同样神准的印度神童相提并论，称他是这个时代最不可思议的未来人。一时之间，全世界都在私下交头接耳，讨论着同一个让人寝食难安的问题：他会不会真的是真的？而真正让他的传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断被人重新挖出来反复讨论的是日本这片土地，仿佛真的应验了他口中那句轻描淡写的一些大事竟接二连三地被一桩又一桩巨大的意外所笼罩。2022年的那个夏天，那位早已卸任多年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的街头发表助选演说时，竟当众遭到枪击，尽管被紧急送医抢救，最终仍旧回天乏术，不治身亡。消息一出，举国为之哗然，全世界都受到震动。而紧接着没过多久，又传来了知名漫画家高桥和希骤然离世的噩耗，一桩接着一桩的震撼头条，像一波又一波的潮水，狠狠拍打着每一个日本人，乃至每一个关注日本的人的神经。于是每当又有一件大事猝不及防的爆发，人们就会像被什么牵引着一样，下意识地再一次冲回国分灵那个账号的底下，瞪大了眼睛反复翻找，心里只盘旋着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这些他到底有没有早就预见到？也正是这种一次又一次的回流与重温，让他的名字硬生生的在无数人的记忆里被反复的擦亮，再擦亮，最终烧成了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符号。而要真正看懂这一场席卷全球的集体着迷，我们还得低下头来认识3个悄悄藏在我们每一个人脑袋里的小机关。第一个机关叫做后见之明的偏误，它的意思是说，当一件事情真的发生了之后，我们的大脑会强烈的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我其实早就知道会变成这样。于是那些事前看起来明明模棱两可的说法，在结果揭晓的那一刻
瞬间就被我们脑补成了无比精准的神谕。第二个机关叫做巴纳姆效应，它指的是当一段描述足够笼统、足够开放时，几乎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会由衷的觉得，这说的可不就是我吗？街头巷尾那些算命摊子赖以为生的，靠的正是这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话术。第三个机关则叫做确认偏误，我们的大脑会死死地记住那寥寥几条惊人的命中了的预言，把它们当成宝贝反复把玩，却会不知不觉地自动忽略掉它们背后那一大堆悄无声息的落空，从来无人问津的失败。当这三个机关在同一个夜里一起轰隆隆地开始运转，一个原本再平庸不过的网络账号就会在我们自己的脑海里被我们亲手一刀一刀地雕刻成一座金光闪闪的名叫神准的祭坛。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们愚蠢，恰恰相反，这只是因为我们都是有血有肉，会害怕也会期待的人。其实在人类匿名的网络历史上，国分零并不是第一个自称来自未来的人。早在20多年前的2000年到2001年之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网络论坛上，就曾出现过一位震动世界的传奇人物。他自称是来自2036年的军人，化名约翰提托。他描述了一个被战争与动荡撕裂的未来世界，留下了一堆似是而非的预言，然后同样神秘的消失，从此再无音讯，成为网络世界一个永恒的谜。从那位2036年的军人到今天这位2058年的建筑系研究生，你会发现未来人这个都市传说几乎成了人类在每一个焦虑时代都会自发长出来的一种精神产物。而日本那些高度匿名的讨论区文化更是这类传说最肥沃的温床。在那里，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身份负责，一个足够精彩、足够缜密的故事就能在一夜之间长出翅膀，飞遍全世界。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再回头看国分零，心里或许就能多一分清醒。这不是孤立，而是一个源远流长、反复上演的剧本。只是这一次，这位主角的剧本写得格外逼真。除了这些令人胆寒的命中，国分零还顺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2058年的世界图景，而这幅图景恰恰是让许多人深深着迷的另一个原因。他说，在那个年代已经有了会飞的汽车，但并不是满天乱飞的混乱景象，而是仅仅被应用在救护车、消防车这一类紧急车辆上，或者用于岛屿与岛屿之间的快速运输。他说，未来虽然已经没有了我们今天熟悉的这种手机，但有一种功能类似的通讯装置做得更薄更小，薄的就像一张信用卡。他甚至细致地描述了未来的马桶，说那是一种能在你居家如厕时顺便就帮你检测粪便健康状况，再自动把资料通知给你家庭医生的智慧装置。这些细节琐碎的近乎无聊，可正是这种无聊反而让很多人觉得格外真实。因为一个单纯只想骗人博取流量的人，又何必费尽心思去编造一个马桶的功能呢？这种看似多余的真实感，正是整个故事最迷人也最危险的钩子。更让人坐立难安的是他对未来世界格局那几句语焉不详却又意味深长的描述。他隐约提到，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东亚的政治版图会发生剧烈的变动。他谈到了一些关于大型企业、关于经济干预、关于民主化浪潮在幕后悄然涌动的片段，甚至隐晦地提及，在2039年前后会出现一场足以改变一切的巨变。他的说法支离破碎，东一块西一块，像极了一个人努力回忆很久很久以前读过的历史课本，记得大概的走向与轮廓，却怎么也说不清具体的细节与来龙去脉。这些话在当年没有任何人能够验证，放到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点依旧无法验证。但也正因为无法验证，它才像一根极细的刺，轻轻地扎进每一个关心这片土地命运的人心里，不疼，却时时刻刻提醒着它的存在。我们今天不去深究这部分内容的真假对错，但我们必须承认，正是这种对宏大历史的暗示，让国分零的形象从一个单纯算命的悄悄地升级成了一个仿佛握有人类整本剧本的执笔者。然后就在所有人都对他深信不疑，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奉为圭臬的时候，他毫无征兆地消失了。2021年9月26日，
他发出了最后一篇公开的文章。他在文章里平静地写道，这一天是他能够停留在这个时空的最后一天，他必须要返回2058年了。他没有哭天抢地，没有依依不舍，只是淡淡的预告自己将会在整整5年之后，也就是2026年9月26日再一次归来。到那个时候，他会把关于人类未来10年的所有答案一次性的全部补齐。说完这句话，这个曾经搅动了全球舆论的账号就此沉入了一片长达5年的死寂。而在这漫长的5年里，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亲身经历过战争、疫情、通货膨胀、能源危机，一场接着一场，从来不曾停歇。可那个曾经仿佛预言过这一切的女人，却像是从来不曾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再无半点声息。直到2026年2月那个寒冷的凌晨，那短短的17秒，才像一道闪电，把所有人尘封已久的记忆瞬间轰然引爆。那几天，整个网络世界几乎陷入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集体癫狂。有人不眠不休，一帧一帧地去反复分析那17秒登入里的每一个细节。有人翻出了世界地图，一脸认真地计算着东京的凌晨3点17分，在2058年那个遥远的未来，究竟对应着一个什么样的时刻？是出发还是抵达？又有人把这串数字拿去和他过往所有的贴文一一比对，试图从中破译出某种隐藏的密码或暗示。短短几天之内，这场原本只在小众论坛里悄悄发酵的骚动，就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轰然冲进了所有人的主流视野。它从专业的科技讨论区出发，一路汹涌地蔓延到各家各户的街，蔓延到公司的茶水间，蔓延到街头巷尾每一场看似无聊的闲聊。那累积突破20亿次的惊人播放量，背后意味着的是这颗星球上几乎每4-5个人里，可能就有一个人曾经为了这短短的17秒停下了手边正在忙碌的事，发自内心的认真惊讶过，也讨论过。一个整整沉默了5年的账号，仅仅凭借着无声的亮起17秒，就搅动了整个地球的神经。光是这一件事本身，无论它最终被证明是真是假，都已经足够被重重的皮写进网络世界的史册里了。而这里恰恰藏着一个我们很容易忽略却又格外危险的陷阱。当你亲眼看到一个说法已经累积了20亿次的点阅，当你发现身边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认真地谈论着同一件事的时候，你的内心深处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个念头，这么多人都在说，这么多人都在信，那它恐怕不会是假的吧？这种感觉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贴切的名字，叫做从众，又或者说社会认同。我们本就是群居的动物，在漫长的演化岁月里，跟随大多数人的选择往往就意味着更安全，于是我们的大脑几乎是天生地就倾向于把人多直接等同于正确。可你只要稍微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就会立刻发现，一件事情被多少人转发，被多少人讨论，和这件事情本身到底是真是假，根本就是两码子事。那20亿次的点阅，它真正能够证明的从来都不是国分零到底说对了什么，它能证明的仅仅只是这个故事本身实在是太精彩，太能撩动人心了。一个谎言只要编得够动听，它跑遍全世界的速度往往比真相穿好鞋子还要快得多。所以下一次，当你又因为一件事情实在太多人在谈论而开始隐隐动摇的时候，请务必轻轻地提醒自己一句，热闹从来都不等于真相。而真正让事情从一场集体的怀旧彻底演变成一场全球性恐慌的，是那次17秒登入之后的第3天。2026年2月27日，在日本的技术论坛上悄然流出了一张据称是有人从伺服器的缓冲区里硬生生扒出来的截图。如果这张截图是真的，那它的意义就太过可怕了，因为它显示国分零在那短短的17秒里并不是什么都没做，他写下了一篇贴文，但他把这篇贴文设成了仅限自己可见，所以在当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看到它的内容。可偏偏这篇本该被牢牢锁在私密世界里的草稿被人从伺服器的暂存资料中给挖了出来，
暴晒在所有人眼前。而这篇草稿的内容，正是他当年承诺要补上的那份横跨2026年到2035年整整10年的未来大预言。想想看，一篇连发布者本人都打算藏起来的私密草稿，却被公诸于世，这种感觉本身就带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与宿命感。接下来，我们就要一条一条把这份让全球无数人彻夜难眠的清单摊开在阳光底下，细细拆解。不过在我们动手之前，有一件事必须先重重地说在前头。这张在网络上疯传的截图，从它出现的第一秒起，就从来不是什么铁证，质疑的声浪几乎和惊叹的声浪一样大。你仔细想想，要从一个伺服器的暂存缓冲区里，把一篇设成仅限本人可见的私密草稿完完整整地挖出来，这在技术上本身就疑点重重。而更关键的是，我们早已身处在一个修图软体和生成工具唾手可得的年代，单单一张截图的可信度早就被稀释到几乎为零。再加上一篇本该被作者牢牢藏起的私密草稿，偏偏就这么巧地外露了出来，内容又写得如此耸动，如此具有戏剧张力，每一个环节都刚刚好踩在最能引爆话题的那个点上。这一切到底是命运不可思议的安排，还是一场被精心设计过的演出？所以接下来我要为你一条一条拆解的这份清单，请你务必先在心里替它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冷静地分析一个故事，而不是虔诚地背诵一份来自未来的判决书。清单上的第一条指向了俄乌战争，他在草稿里写下了一个精确到让人发毛的日期。他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会在2027年3月17日正式签署停火协议，而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和平协议则要一直等到2035年才会最终落笔。请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说法里微妙的层次。我们把镜头拉回到你我此刻所身处的2026年年中，你会惊讶地发现，这场已经打了好几年的惨烈战争，这段时间以来确实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就在2026年的春天，交战的双方曾在复活节前后达成过一次只有30多个小时的短暂停火。到了5月，又在胜利日纪念活动前后，在外部势力的居中调停之下，宣布了一次为期几天的停火。连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先后对外放出话来，暗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许正在缓缓走向终点。然而，这些停火全都只是昙花一现的人道喘息罢了。炮火在所谓的停火期间依旧零星作响，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率先违约。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全面停火协议，至今连一个字都没有真正签下。换句话说，国分零的这条预言并没有说现在就会停，他说的是2027年的3月，这就形成了一种无比折磨人的悬念。眼前的局势明明正在朝着他所说的方向一寸一寸的滑动，却又迟迟没有真正抵达他画下的那个终点。我们究竟是正走在他预言好的轨道上，还是只是被一连串看似关联的巧合牵着鼻子在走？这个答案恐怕要等到明年的春天才会真正揭晓。而清单上真正让全球倒抽一口凉气的是第2条，也就是让那艘皇权客轮得以启动的真正引擎。他在草稿里写道，2026年的12月，全球将会出现一种全新的呼吸道病毒，而这种病毒的传播力是当年那场新冠的整整3倍。他接着补上了一句，说这场新的疫情会在2027年的6月得到控制。你发现了吗？这个时间点正是这支影片的标题里那个让人心头一紧的关键。从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此刻到2026年的年底，恰恰就是这最后的7个月。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这7个月就是皇权客轮缓缓驶入我们寻常生活的整段航程，而他要带走的可能就是毫无防备的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传播力3倍于新冠，这个冷冰冰的数字一旦成真，意味着的就不只是又一次的封城，又一次的抢购口罩，而是一场规模可能更加庞大，蔓延可能更加迅猛的全球风暴。回想一下当年那场疫情是如何彻底的、不可逆地改写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学业与生活，再把那种铺天盖地的冲击乘上3倍，你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短短一行字会让那20亿次点阅背后的无数人半夜睁着眼睛
怎么也睡不着。可是我必须在这里重重地踩下一脚刹车，请你和我一起冷静地把这条预言翻过来，看看它的背面。传染病学界其实有一个近乎共识的观点，那就是下一场全球大流行从来不是会不会来的问题，而仅仅是什么时候来的问题。从各种变异的禽流感到层出不穷的新型冠状病毒，全世界的公共卫生专家年复一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向我们发出警告。他们一致认为，一场新的全球疫情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只是没有任何人能说准它究竟会降临在哪一年哪一月。所以你只要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就会发现预言一场未来必将爆发的新疫情这件事本身的命中难度其实远远低于预言一个精确的奥运金牌数。把一件本来就有极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安上一个具体的月份，再配上一个耸人听闻的倍数，它听起来就会显得无比精准，无比骇人。我这样说绝对不是要你掉以轻心，恰恰相反，无论这个预言最终是真是假，做好个人的卫生防护，在家里常备一些必要的物资，密切关注官方权威发布的卫生资讯，这些本来就是任何一个理性的现代人应该常年放在心上的功课。我们可以警惕病毒，但我们真的不必为了一张来路不明的网络截图而陷入无谓的恐慌。守住理性才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疫苗。这份骇人的清单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第3条，他把矛头直指向了我们每个人的钱包。他预言2028年全球将会爆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而这次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国债的违约风险，将会动摇整个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结算体系。第4条，画风陡然一转，飞向了浩瀚的外太空。他说2029年的4月，美国太空总署的火星探测器将会发现远古微生物的化石。换句话说，人类将首次找到地球以外曾经存在过生命的铁证。而第5条则重新把我们的目光狠狠地拉回脚下这颗星球的剧烈震颤。他预言2028年的11月，美国黄石公园地底下那座沉睡已久的超级火山将会出现大规模的地质移动，而它真正喷发的几率到了2030年将会高达 78%。 你看，从欧亚大陆上熊熊燃烧的战火，到席卷全球的瘟疫，到崩塌瓦解的金融体系，再到火星上沉睡的远古生命，以及足以瞬间改变整个地球气候的超级火山，这份清单的野心大得惊人。它几乎是把人类在未来10年可能会面对的所有终极恐惧全都打包塞进了那短短的几行字里。可是如果你愿意像我一样把后面这3条也逐一翻过来摊在灯光底下细看，你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全都散发着一股和前面如出一辙的既视感。先说那场被安排在2028年的金融危机。说句实话，关于美国国债债务上限的攻防以及美元霸权会不会崩塌的警告，几乎每隔1-2年就会在全球的财经新闻上轮番上演一次。这早就是个被反复讨论了几十年的老话题，要在未来的某一年放一场金融危机进去，根本算不上什么困难的预言。再看那条飞向火星的第4条，人类探索火星上是否曾经存在生命的脚步，这些年从来就没有停过，一个接着一个雄心勃勃的采样返回计划正在一步步推进。而发现火星生命这样的标题，早在几十年前那场著名的陨石争论里就已经反复撩拨过我们的神经，把它安排在2029年不过是顺水推舟。至于那座黄石超级火山，它确实是一头真实存在，被全球科学家日夜紧盯的史前巨兽，这份恐惧是真的，但问题就恰恰出在那个数字上。主流的地质学界普遍认为，它在可预见的短期之内真正喷发的几率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国分林口中那句2030年喷发几率高达 78% 的断言，正是最典型也最高明的一种话术。它把原本缥缈无形的恐惧硬生生包装成了一份看似盖了官方钢印的科学报告。一旦挂上这样斩钉截铁的数字，原本虚无的担忧就突然变得沉甸甸的，有了重量。讲到这里，如果我只是把这些预言原原本本的念给你听，
然后再加上几句神秘兮兮的渲染，那我就是在欺骗正在看影片的你，那也辜负了你宝贵的时间。一个真正想把事情看清楚的人，接下来必须要逼问自己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一切会不会根本就是一场精心设计、滴水不漏的网络魔术？而当你真的沉下心来去追根究底地查证，你会发现质疑他的人手里握着的证据一点都不比相信他的人少，甚至更加致命。质疑者揭穿的第一个机关叫做锁推删文，这套手法说穿了其实一点都不神奇，甚至有些好笑。操作的人会先把账号设成私密的锁定状态，这样一来，外面的人就完全看不到他在里面究竟发了些什么。然后针对同一件即将发生的事，他会在这个上锁的状态下疯狂地发出涵盖所有可能结果的贴文。我们就拿奥运金牌数来举个例子，他可以从0枚一路猜到99枚，每一个数字都各自发上一条。等到比赛结果终于揭晓，金牌数确定是27面之后，他要做的事情就只是冷静地删掉其余那98条全都猜错的贴文，只单单留下27面那一条，然后再把账号从上锁轻轻一点切换成公开。由于这些贴文发布的时间全都凝固在当初上锁的那一刻，等到那些不知情的网友后来循着线索找上门来，他们亲眼看到的就是一条早在事件发生前好几个月就已经精准命中最终结果的神级预言。一场看似100%的奇迹就这样被一连串冷酷的排列组合外加一个轻飘飘的删除键给凭空制造了出来。而最致命的一击来自一组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数字。有细心的人比对之后发现，国分林的账号在正式公开之前原本显示曾经发过大约600则贴文，可是当这个账号正式转为公开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时，却只剩下了大约50则。那么那凭空消失的500多则贴文究竟都去了哪里？更要命的还在后头。有人专门去翻查他那些神准贴文底下最早的网友回复，结果发现第一条回复的日期竟然是在奥运闭幕之后的8月9日，这就出现了一个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的巨大矛盾。如果他真的是早在比赛开始前好几个月就大大方方地公开预言了金牌数，那为什么在长达数个月的漫长时间里，这些贴文底下竟然连一条回复都没有，非要一直等到结果都尘埃落定了，才终于开始有人陆续留言？这一整串前后错位的时间线几乎就是把锁推删文的整套操作流程明明白白地摊在灿烂的阳光底下给每一个人看。如果说以上这些还只是手法层面上的合理推理，那么接下来的这些就是他实实在在的当众翻了车。在那层神准的光环之下，国分林其实有相当多的预言是彻底落空的，只不过在那些被精心筛选过后的叙事版本里，这些难堪的失败很少有人会主动提起。他曾经非常具体的预言，2024年的1月10日，日本北海道的石胜外海会发生一场规模 8.2、震度高达7的巨大地震。结果那一天，那个地点根本就没有发生他所说的那场大地震。他还预言过令和之后的日本新年号叫做万治，可是研究的人指出，日本年号的选定有着一整套极为严格的规范与程序，而万治这个词被高度怀疑，根本就是从某个动漫角色的同人称呼里借来的，毫无任何公信力可言。他甚至还曾经预言过，日本会在2024年的9月正式发布疫情终结的宣言，而这个说法后来也被视为只是基于当时防疫趋势的一厢情愿罢了，并没有真正成为事实。一个如果真的能看见未来的人，又怎么会在这些同样具体的事情上错得这么离谱，这么彻底？还有一条线索，可能比上面所有失败的预言加起来都更值得我们提高警惕，那就是钱。质疑者敏锐地注意到，国分林后期的言论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往一个特定的方向靠拢，那个方向就是加密货币。他声称自己当年在2019年就买进了1400枚以太币，
然后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埋在父母家的院子里，准备一直留到2058年再取出。他还预言比特币未来会涨到一个天文数字，折合大约是494万美元一枚。但他紧接着补上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到了那个价位，这个东西就只能卖，不能买了。各位朋友，这句话请你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在投资的世界里，当一个被众人捧上神坛的人物，一边不断地向你描绘某个资产惊人的未来涨幅，一边又不失时机地暗示着某个只进不出的神秘时机时，这往往就是最危险的讯号之一。学术界把这一类现象归类为一种半真半假的网络谣言，它真正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懂得用一大堆已经千真万确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来当作香甜的诱饵，然后再悄悄混进大量根本无法验证的虚假讯息，让整个故事比100%的谎言更具备传染力，也更容易让人卸下心防，乖乖掏出自己的真金白银。我在这里要非常严肃地对你说一句，无论这个未来人最终会被证明是真是假，任何要你根据一则网络传闻就把辛苦攒下的血汗钱投进某个加密货币的说法，都请你务必把它当成诈骗来严加防范。因为一个真正来自未来的善意提醒，它的结局绝不可能是掏空你的钱包。所以我们绕了这么一大圈，从他那些令人胆寒的神准命中一路走到这些藏也藏不住的破绽与重重疑云。现在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即将在2026年9月26日归来的女人？我想最诚实的答案是，截至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能够100%地证明她就是真的未来人。但也正因为人性微妙，没有任何一段冷静的论述能够彻底浇熄我们每个人心底深处那一丝万一它是真的你的念想，而恰恰是这一丝怎么也熄灭不了的念想，才是整个故事最值得我们静下来深思的地方。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在这个科技已经如此发达的年代，我们反而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渴望未来人，更加迷恋预言？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焦虑里。这几年，一场疫情把我们长时间地关在了家里，一场场战争在每天的新闻画面里日夜燃烧，悄然攀升的物价正一点一点地掏空我们本就不丰厚的存款，未来变得前所未有的模糊，前所未有的不可掌控。当一个人深切地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无法掌握明天时，他就会出于本能地去伸手抓住任何一根，哪怕只是看起来能让他预知明天的稻草。国分零真正的魔力也许从来就不在于他究竟说对了什么，而在于他精准地狠狠地击中了这个时代里每一个平凡普通人内心深处那份对未知的巨大不安。说到底，我们真正害怕的其实并不是那艘虚无缥缈的黄泉客轮，我们真正害怕的是自己对命运一无所知，是自己面对明天时的那份毫无准备的无力感。也正因为如此，当我再回过头重新凝视那份所谓的10年清单时，我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未来人冷冰冰的预言，而更像是一面被高高举起的镜子。你不妨仔细端详一下那份清单上的每一个项目：燃烧的战火，蔓延的瘟疫，崩塌的金融，火星上沉睡的远古生命，地底下随时可能苏醒的超级火山。这些东西难道不正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在新闻里反复看到的那几样最深的恐惧吗？它们没有任何一条是凭空冒出来的天外飞仙，而是全都精准地对应着2026年的我们内心深处最在意也最不安的那几根弦。所谓的预言，与其说是在告诉我们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倒不如说它是在替我们把当下那些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我们的集体不安，一条一条的整整齐齐的誊写成了具体的文字。所以哪怕这位来自2058年的女人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场精心编织的虚构，那面她递到我们面前的镜子却是无比真实的，而镜子里那张写满了焦虑的脸分明就是我们自己。那么
作为一个生活在资讯洪流里的现代人，下一次当又有一个神准的未来人，或又一份骇人的末日清单在你的手机荧幕上疯传时，我们究竟该怎么办？这里我想送给你几把能够随身携带、简单却好用的尺。第一把尺是去问这个预言到底有没有给出可以被验证的明确的时间与细节，还是只是一堆怎么解读都对、永远也不会出错的空话。第二把尺是去想这个故事流传开来，到底谁会从中获利？是单纯的流量与关注，还是说背后有人正等着你掏出真金白银？第三把尺也是最重要的一把，是只要他开始引导你去投资、去转账或去购买任何东西，那么无论这个故事被包装得多么完美、多么动人，你都应该在那一刻立刻在心里拉响最高等级的警报。第四把尺则是回想我们前面聊过的那些原理，冷静地去估算一件事情真正发生的几率。一场迟早会来的疫情和一个精准到个位数的奥运金牌数，他们的命中难度根本就不在同一个量级上。把这几把尺悄悄收进口袋里，你就能尽情享受这些离奇故事带给你的乐趣与想象，却再也不必被他们牵着鼻子走。那么2026年9月26日那一天真正会发生什么？我大胆的猜测，最有可能的结局其实平淡的会让很多人感到有些失望。也许那个账号会再度悄然亮起，发出一些足够模糊、怎么解读都能说得通的新预言，然后我们又会迎来新一轮全球性的狂欢、争论与刷屏。又也许它会就此永远的沉默下去，突然留下一个无人能解的谜团，继续在网络世界的某个幽暗角落里被一代又一代人翻出来，反复的咀嚼、猜测。但无论最终是哪一种结局，我真正希望你能从这支影片里带走的从来都不是恐惧，而是一种难得的清醒。我们完全可以对未知保持一份敬畏，可以对这些离奇的故事抱有一份好奇，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生活里难得的乐趣所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一定要握紧手里那把名叫理性的尺，用它去丈量每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去细细分辨哪些是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善意提醒，而哪些又只是用来收割我们的情绪，甚至收割我们钱包的精心陷阱。所以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这最后的7个月，皇权客轮究竟要带走谁？我的答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的替你我预定下那张船票，除非是我们自己因为一时的恐慌而乱了方寸，因为一念的轻信而亲手交出了判断。真正能够保护我们的，从来都不是某一个来自2058年的神秘女人，而是我们今天好好的吃每一顿饭，好好的睡每一个觉，认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稳稳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并且珍惜身边每一个还能伸出手真切触碰得到的人。如果2026年9月26日他真的回来了，我们当然会在第一时间为你带来最完整、最理性的解析。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与其惶惶不安地去等待一场未知的审判，不如就把这未知的7个月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当成属于我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最珍贵的7个月，好好去活。毕竟能不能登上那一艘船从来都不是别人说了算的事，这一次方向盘就牢牢地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到了某一年，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不再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你从未在任何一张现行地图上见过的名字——华国。而最先说出这个名字的，不是哪个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也不是哪档政论节目用来骗点阅的标题，说出他的是一个自称来自2058年的日本女孩，一个在网络世界里神出鬼没，留下一连串精准到让人发毛的预言之后，又像一缕水蒸气那样彻底蒸发消失的人。他的网名叫国分灵。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当我们把他口中那个叫华国的未来和日本著名预言家松原昭子的判断放在一起，再加上帕克对中国的说法，3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竟然不约而同地
指向了同一个终点，那个终点的名字叫做分裂。这期影片资讯量会非常大，有些内容甚至可能会让你感到一点点不适，但我真心建议你耐着性子看到最后，因为它就像一把钥匙，会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角，让你重新俯瞰我们正在亲身经历的2026年以及未来整整10年这个世界可能的走向。我们先从那位被写进标题的主角松原照子说起。对华语圈的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名字也许有点陌生，但在日本，松原照子几乎可以说是预言界的一块活招牌。他不喜欢别人叫他预言家，他更愿意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事件者。所谓事件，就是看见世界的意思。他说，他从小就能看见一个普通人看不见的世界，他管那个世界的存在叫做不思议世界的方家头，也就是不可思议世界的那些人。他说，那些人会把未来的画面，把未来的声音，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直接传递到他的脑海里。他要做的只是把这些见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原原本本的写下来。听起来很玄，对吧？换成别人，我们大可一笑置之。但松原照子之所以让无数人不敢轻视，是因为他有一份实打实的命中记录。最让日本人记忆犹新的是2011年那场夺走无数生命的日本311大地震。据说，松原照子在地震发生之前，就在自己的文章里写下了东北沿海将有巨大灾难的警告，甚至连受灾最惨重的某些地名都被他隐隐约约地点了出来。当海啸真的吞没那片土地的时候，很多看过他文字的人后背都凉了。这还不是全部，早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前，他就反复提到一种会让全世界陷入恐惧的传染病即将到来。后来的事，我们都亲身经历了。他还曾经断言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办不成，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奥运会怎么可能办不成？结果呢，一场疫情，东京奥运会真的延期了。此外，连第一届川普政府的诞生，他也提前感应到了。而且，松原照子的事件并没有停留在过去，这些年，他依然在持续地描绘着这个令和时代的剧烈动荡。他谈川普政权那不加掩饰的野心，谈习近平对于统一台湾那近乎执念般的渴望，谈普丁深藏不露的盘算，也谈那个叫马斯克的男人心里装着的那个宏大到让人看不懂的计划。他甚至一次又一次地把目光投向那些具体的地名，去感应未来那些可能袭来的自然灾害。他描绘的是一幅令和年间整个世界天翻地覆的全景图。正是这一桩桩一件件，让松原照子的话在日本拥有了沉甸甸的分量。那么，这位事件者是怎么看中国的呢？其实，早在好几年前，松原照子就说，他开始感觉到中国正在浮现出一种崩溃的征兆，而且随着2027年这个时间点越来越近，他的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清晰。在他的感应里，当下的中国已经走进了一个非常微妙、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到底是中国的内部会先出现分裂，还是台湾海峡的局势会先爆发，连他自己都很难判断。当有人直接问他，中国的崩溃是不是已经临近了，松原照子给出了一个非常奇特又让人回味无穷的回答。他说，共产主义已经爆炸了，无处不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理解成那种曾经被高度集中、被牢牢攥在一个拳头里的力量，如今已经像炸开的碎片一样四散飞溅，再也无法被收拢回原来的模样。而按照松原照子的预感，中国的未来很有可能会一步步走向分裂，最终不再维持现在这种高度集权的国家形态，而是演变成一种类似联邦制的松散结构。记住联邦制这3个字，因为等一下它还会以另一种更惊人的方式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聊完了松原照子，我们的主角要登场了，他就是那个自称来自2058年的未来人国分灵。把时间倒回2021年的秋天，在日本一个匿名论坛上，一个网名叫国分灵的账号敲下了他在这个时空的最后一行字。他说，我要回2058年了，祝各位好运。下一次能够稳定穿越回这个时空的节点是2026年的9月26日，我会在那一天
补上你们最想知道的关于未来10年的所有答案。写完这段话，他就彻底人间蒸发了。在那个短影片娱乐至死的年代，全世界都只把这当成一个无聊的恶作剧，一个自称穿越者的网络账号而已，谁会当真呢？直到他消失之后，人们像淘金一样蜂拥进入他的主页，一条一条地翻查他过去发过的贴文。这一番，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份让人胆寒的几乎全中的记录。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拨一点，拨到2019年的12月，那时候的世界还是一片风平浪静，疫情的影子都还没出现，国分林却发布了一条极其具体的预言。他说，东京奥运会日本队最终拿到的金牌数是27枚。要知道，那个时候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将近2年，各国运动员是谁都还没定，谁能想到金牌数？然而到了2021年的8月，东京奥运会闭幕，最终的奖牌榜定格在那一刻，日本队的金牌总数不多不少，正好是27枚。这只是个开始，早在2019年他就预言了。2020年的3月，日本股市会暴跌，后来全球股市在疫情冲击下集体崩盘。他还预言安倍晋三会突然辞职，而接替他的人是菅义伟。后来安倍真的因为健康原因突然请辞，继任的首相正是菅义伟。他甚至在疫情最绝望、最看不到尽头的时候，冷静地写下2024年的9月，新冠疫情会在日本宣告终结，而这一条后来也应验了。短短几周之内，这个没有真人照片、没有任何真实背景，更没有任何媒体背书的神秘账号，粉丝数疯狂暴涨，一举突破了50万。在网络这座深不见底的黑暗森林里，预言命中率就是一张最高级别的通行证。而真正让国分林和那些含糊其辞的江湖术士拉开距离的，恰恰是这份令人发毛的精确。你发现没有？绝大多数的所谓预言玩的都是模糊的艺术。他们会说东方某国将有大事，会说今年恐有血光之灾，这种话怎么解读都行，事后总能找到一件事来对号入座。可国分林偏不，他给的是27枚金牌，是一个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数字。他说的是菅义伟，一个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他甚至连2024年9月这样精确到月份的时间点都敢白纸黑字地写出来。这种精确是一把双刃剑，他一旦错了，就会被钉在耻辱柱上，瞬间身败名裂。可他一旦对了，那种冲击力，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真实感，是任何模糊的预言都无法比拟的。一个骗子是绝对不敢这样玩的，因为这等于把自己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那么，一个敢把所有退路都堵死，还偏偏一次又一次押中的人，他的底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每一个了解他故事的人心里。讲到这里，可能会有受过理性训练的朋友皱起眉头。等一下，这会不会是骗局？一个人怎么可能准确预知这么多年后的事？我们不能因为几个神迹就放弃自己的脑子。问得好，其实质疑的声音从一开始就有，而且还相当有水准。有人提出过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弊假设，他们说国分林的账号在公开之前是处于私密上锁状态的，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用一种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方式来造假。具体怎么操作呢？他可以提前写一段程式，在私密状态下一口气发出成百上千条预言。比如关于奥运金牌数，他可以把20枚到40枚之间的所有可能性全部都发一遍。关于日本首相是谁，他可以把所有可能的候选人全部都猜一遍。然后等事情真的尘埃落定了，他再悄悄回去，把那些猜错的贴文统统删掉，只留下唯一猜中的那一条，最后再把整个账号设成公开。这样一来，在后来涌进来的吃瓜群众眼里，他不就成了一个百发百中的预言之神了吗？这个假设听起来是不是很聪明？但只要我们拿出笔，认认真真的算一笔数学账，这个聪明的假设马上就露馅了。你想要猜中奥运金牌数这一件事，可能就需要发几十条，而要把金牌数、股市暴跌的时间、首相是谁、疫情终结的时间，这么多件互不相关的事全部都猜中，
按照几率，这些可能性是要相乘的。算下来，他得在私密状态下偷偷发出成千上万甚至几万条贴文才行。而任何一个社群平台的后台系统都不是吃素的，这种短时间内疯狂刷屏的异常行为，系统早就会把它当成可疑账号处理，甚至直接封禁了，根本不可能让他安安静静地刷上几万条。更要命的是另一个破绽，国分玲后来在公开状态下和网友们有过大量的即时互动，面对网友千奇百怪的追问，他表现得极其淡定，极其从容。连时光机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要怎么靠在老家院子里买以太坊来凑穿越的费用，这种离谱到让人哭笑不得的细节，他都能回答的逻辑严密，滴水不漏。这种临场的反应和细节的丰富，根本不是一个靠删贴文造假的人能装得出来的。当我们穷尽了所有技术层面的解释，把所有作弊的可能性都排除掉之后，我们只能面对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假设。如果他真的只是一个来自未来的冷静的旁观者呢？好，现在我们要走进这个故事最核心，也是最让人后背发凉的一层。时间来到2026年的今年2月底，日本一个著名的匿名技术论坛伺服器的后台突然发生了一起极为罕见的底层数据波动。据几位参与维护的技术人员后来透露，那个已经沉睡了将近5年的国分玲账号，连同他当年留下的网络地址凭证，在某一个凌晨3点，突然和伺服器产生了一次短暂到极点的登入。整个过程快得不可思议，只持续了短短的17秒。在这17秒之内，这个账号在后台编辑并保存了一段文字。但诡异的是，这段文字被设成了仅自己可见的草稿，并没有点击发布。随即账号又以光速下线，重新归于沉寂。但在今天这个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的数位时代，这团短暂的缓存数据还是被一些有心的技术高手强行抓取并破解了出来。而这份残缺不全的草稿里，赫然写着5条关于2026年一直到2035年的大预言，每一条都像一只冰冷的手，死死掐住了我们当前这个世界的大动脉。在我们深入中国这一条之前，先让我用最快的速度带你扫一遍这份末日草稿里的另外几条，因为只有看完了全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份草稿到底有多冰冷多吓人。第一条，关于那场旷日持久的俄乌战争，草稿原文极其简短。他说，正式的停火协议将会在2027年3月17日签署，双方以当前的实际控制线为基础，划定停火的边界。各位想一想，以实际控制线来划界，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这场惨烈的战争根本没有真正的胜利者，也没有真正的句号，它不过是又缔造了另一条38线，一道横亘在欧洲大陆上的全新的冷战铁幕。对那片土地上的人民来说，未来没有句号，只有无数个带血的逗号。第二条，也是最让人警惕的一条，关于一场新的瘟疫。草稿原文写道，2026年的12月，全球将会出现一种新型的呼吸道传染病毒，它的传播率是当年新冠原始毒株的3倍，致死率是 0.3%。它会对人体的免疫系统造成长期的损伤，预计要到2027年的6月才能得到全面的控制。0.3% 的致死率听起来似乎不算高，但是一旦配上3倍的传播力，那个被感染的绝对基数将是毁灭性的。而最可怕的是免疫系统长期损伤这8个字，它暗示着未来病毒进化的方向也许不再是追求引发急性的重症，而是悄无声息地演变成一种透过空气传播的慢性的免疫缺陷。第3条，关于悬在全人类头顶的那颗地质核弹，美国的黄石超级火山。草稿说，2028年的11月，黄石公园的超级火山将会出现大规模的地质异动，地面每年抬升的速度将会达到惊人的22公分。要知道，正常情况下，由于地下岩浆的呼吸，黄石公园的地面每年自然抬升的幅度也就是2到5公分而已。22公分，那是正常水平的近10倍。而草稿给出的最终结论是，到了2030年的3月，这座火山喷发的几率将高达 78%。一旦喷发，数以亿吨计的火山灰会被抛入高空，遮蔽掉太阳的光芒。
整个北半球将会进入至少长达10年的恐怖的火山冬天。第4条，没有流血，却同样让人不寒而栗。它关于 AI， 关于真相。草稿说，随着 AI 合成技术的成熟，假影片将会大规模的泛滥，年轻人对影片内容的信任会彻底崩塌，人们会开始远离影片，而文字类的内容反而会迎来一波回潮。各位，这句话国分零是在2021年写下的，那时候的人们还在为短影片里那些刺激的画面而狂欢。可站在今天，当深度伪造的技术彻底平民化，当毫秒级的声音克隆泛滥成灾，当你看到一段惊悚的突发新闻影片时，你的第一反应还会是深信不疑吗？不，你的本能恐怕已经变成了，这该不会又是 AI 生成的吧？从眼见为实到全民怀疑，这场思维的巨变正在用摧枯拉朽的力量瓦解着现代社会赖以维系的信任基石。第5条是一幅极其科幻又无比冷酷的阶级固化图景。草稿说，到了2058年，人类已经在月球和火星上建立了早期的居住点，而比特币这一类的加密资产会变成只存不交易的状态。从2024年开始，大量的财富就已经悄悄地开始向着太空的载具转移，建立起一套超越地球管辖的全新的财富储存体系。这条预言最毒辣的眼光在于它看透了资本的终极逃逸。当地球上的国家因为战争、瘟疫、资源枯竭而不断的超发货币、加强管控时，那些掌握着巨额财富的顶级精英会怎么做？他们会把财富全部转化成不受任何政权控制的数位资产，然后发射到地球的轨道，甚至更遥远的太空。富人走向星辰大海，而穷人只能留在这颗千疮百孔的星球上，为了水和食物苦苦挣扎。你看，把这5条叠加在一起，这哪里还是什么预言？这分明就是一场针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极限压力测试。而今天我们真正要聚焦的是这份草稿之外，国分零在消失前回答过的另一个最敏感、最重磅，也是很多创作者根本不敢碰的问题，那就是关于中国未来命运的预言。故事要再次回到2021年，就在国分零彻底消失之前的那1个月，他集中回答了几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了他记忆里的那个未来的中国。他说了一条非常重磅的内容，他说中国的经济衰退会一直持续到2030年，而在这个漫长的衰退过程中，会发生一件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中国的企业界会开始在幕后悄悄推动一场民主化的运动。紧接着他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他说中国未来的战略重点将不再是传统的陆军和海军，而是会猛地转向太空的竞争。与此同时，地面和海上的军事力量反而会开始大规模的裁减。听到这里，可能有朋友要问了，怎么突然就扯到太空去了呢？这跟改国名又有什么关系？别急，国分零接下来的话把所有的线索都串了起来。他说，到了2030年代，中国在太空战略上最终还是落后于美国，而正是这种落后引爆了一场致命的内部矛盾。掌握太空力量的那支新兴部队和传统的共产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场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引发了一场政变。而政变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标题里那最惊悚的一幕。国分零说，政变发生之后，政变军占领了2个地方，一个是最高人民法院，另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各位请注意，这2个地方在今天的中国，这可绝对不是2个普普通通的机构。最高人民法院代表的是一个国家最顶层的司法权力，是管所有人权力秩序的地方，而中国人民银行掌握的是一个国家的金融命脉，是管所有人钱袋子的地方，一个管权，一个管钱。如果这2个核心中的核心被一支政变的军队牢牢控制，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权力系统和金融系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地动山摇般的巨变。也就是从占领这2个地方的那一天开始，这个国家的名字变了，它不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华国。国分零是这么描述的，他说，在我们2058年那个时代，它被称为华国，
用来和现在的这个中国政府做区别。由于2030年代后半期的国内冲突，这个华国长期处于一种多个政府并存的混乱状态。那时候还同时存在着一支人民解放军以及一支华国的军队。他说，这里头说来话长，以后再慢慢讲。我们不妨在这个名字上多停留一会儿。华国这2个字，乍一听很简单，很朴素，可如果你细品，会发现它丢掉的东西才是最致命的。它丢掉了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共和国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政体，而人民这2个字更是过去几十年里一切权力宣称自己合法性的最核心的源头。当一个国家的名字里这些字眼通通消失，只剩下一个古老的回归到地理与文化本源的华字时，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却又石破天惊的宣告。它仿佛在说，那一整套旧的叙事、旧的法统、旧的故事都已经被历史轻轻地翻过去了。一个时代的句号有时候就藏在一个名字的更迭里。你听懂了吗？这段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原本的那个政权已经被彻底推翻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正式登场。而在这个新旧交替、天翻地覆的过程里，这片土地会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分裂阶段。说到分裂之后的世界，国分林还提到了一个让无数人心头一震的细节。他说，政权更迭之后，那道由中共长期建立起来，把10几亿人和外部世界隔开的网络防火墙将会轰然倒塌。中国大陆的民众将会生平第一次真正自由地接触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全部资讯。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那是何等的震撼。一道封锁了无数年的资讯大门，在某一个瞬间被彻底推开，数以亿计的人同时涌入外面那个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到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再是哪个外网平台费尽心思的想让中国人看见世界了，而是全世界都在屏住呼吸，围观着一件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景。10几亿人第一次集体冲出资讯的高墙，集体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真实的世界。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太空部队跟共产党起冲突，最后还闹出政变，这个剧情是不是太天马行空了？一支管星星的部队怎么会动摇一个政权的根基呢？但你如果仔细想想，会发现这个逻辑其实藏着一种冷酷的合理性。你看，今天的中国正在不计成本地往太空这个方向砸下天文数字般的资源，从各种卫星的密集发射，到登月探测的步步推进，甚至连在太空建立巨型发电站这样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计划，都已经被一些院士摆上了台面，喊出了2030年代的时间表。太空正在成为这个国家赌上未来的新的战场。而一支现代化的、掌握着最尖端科技的太空部队和一个依靠着传统意识形态、传统权力结构来维系的老旧政党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深刻的、难以调和的张力。前者信奉的是数据，是技术，是冰冷的物理规律；后者信奉的是忠诚，是路线，是层层叠叠的人事关系。当这支新兴的力量在和美国的太空竞赛中节节败退，当他们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那个僵化的外行指挥内行的旧体制时，当他们手里又恰好握着这个国家最顶尖的技术和最关键的力量时，一场冲突，一场摊牌，会不会就在某一个临界点轰然引爆呢？国分林说，地面和海上的军事力量会被裁减，而战略重心会猛地转向太空。他其实是在描述一个权力的天平正在悄悄地从旧的一端向新的一端倾斜。而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这样剧烈的权力转移几乎都伴随着血与火。讲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诡异的事？国分林口中那个分裂的、改了名的中国，和我们前面讲的松原赵子的联邦制预感竟然严丝合缝地对上了。一个来自日本论坛的匿名穿越者，一个是日本知名的事件者，2个人在完全没有交集的情况下给出了同一个方向的判断。而这还没完，帕克也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他在节目里明确讲过，中国将会面临一场属于自己的内部革命。虽然他觉得
这个巨变最可能发生在2028年，但也有可能往后延到2030年，甚至是2035年左右。而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会分裂成更小的区域和更小的国家。2028年、2030年、2035年，你有没有注意到帕克给出的这几个时间点和国分林口中那个2030年代后半期的国内冲突几乎是完美重叠的？3个来源，3条独立的线索，最终都汇流到了同一条河里。这种程度的巧合已经很难再用单纯的瞎猜来解释了。也许有人会说，一个好端端统一的大国，怎么可能说分裂就分裂？这也太离谱了吧。其实，如果你翻开中国这5000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真相。我们印象中那种由一个皇帝、一个中央牢牢统治一切的高度集权模式，其实在漫长的历史里反而是少数。从远古那个松散管理的三皇五帝时代，到后来诸侯林立的春秋战国，这片土地在他生命中很大一部分的时间里，过的其实都是一种类似联邦的、多中心的、松散的日子。国学界公认最辉煌、思想最自由、诸子百家争鸣的那个黄金时代，恰恰就是天下还没有被一统的春秋战国。所以你看，如果有一天这片土地真的再次走向某种联邦制的松散结构，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与其说是一场崩塌，倒不如说是一种向着老祖宗传统的迟来的回归。这样一想，是不是那种末日般的恐惧就少了几分，多了几分历史的厚重感呢？而且预感到这片土地将有大变局的，远远不只是这几位外国的预言家。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那本流传了上千年，被誉为千古第一奇书的《推背图》，其实也早就被无数人解读出了类似的味道。不少研究《推背图》的人都认为，在那几十项层层推演的图谶背后，指向的正是一场旧秩序的终结与一个全新时代的开端。其中有一句六爻占尽文明剑，更是被很多人解读为，当所有的纷乱走到尽头，迎来的将是文明的重现与回归。你看，无论是西方的水晶球，还是日本的事件，又或是中华大地上那古老的图谶，当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的都落在了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时间段上，落在了变局与重生这同一个主题上时，这还仅仅只是一场巧合吗？当然，预言这种东西从来都是模糊的，是任人解读的，信则有，不信则无。我把这些不同源头的声音摆在一起，并不是要吓唬谁，更不是要断言什么。我只是觉得，当这么多条独立的线索在迷雾的尽头悄悄地交汇成一个点的时候，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我们停下脚步，多想一想。好，预言讲了这么多，你可能会觉得这些终究都是未来的事，太遥远，太缥缈了。那我们不妨把目光从那个遥远的未来拉回到我们眼前这个真实的2026年，你会发现，现实似乎正在用一些奇怪的细节悄悄地呼应着那些预言。我们先说说经济，还记得国分林那句判断吗？他说，中国的经济衰退会一直持续到2030年。这句话听起来像是随口一说，可你再看看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中国的房地产，那个曾经被无数家庭视为财富保险箱的东西，如今正在无数座城市里持续的无声的崩塌。为了把手里的房子脱手，贷款卖房，赔本甩卖，已经从一个笑话变成了一种无奈的常态。许多国有企业里，员工的月薪被一砍再砍，有人甚至发现自己辛苦多年，工资竟然倒退回了多年前的水平。无数普通的家庭正在为最基本的生活而苦苦挣扎。与此同时，人口的版图也在剧烈的洗牌。光是年轻人，在未来的10年里，据估算就将减少数千万之多。一个正在快速老去又快速失去活力的社会正浮现在我们眼前。而最耐人寻味的是财富的流向。当经济的含义越来越浓，那些手里还有点积蓄的人，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是想方设法把钱挪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于是我们看到关于资金外流的种种传闻甚嚣尘上，相关的管控措施也一道接着一道的收紧，甚至连个人
都被头一回纳进了某些对外投资的监管范畴，引发了不小的恐慌。你看，这和国分林口中那个资本终极逃逸的图景，是不是又隐隐地产生了某种共鸣？一个衰退到2030年的经济体，一个正在快速萎缩的人口，一场悄然发生的财富大迁徙。国分林在2021年写下的那句话，正在被眼前的现实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填满。而除了宏观的经济，还有一个更微妙、更贴近人心的细节，最近被一些眼尖的网友捕捉了下来。这个细节跟中南海内部一个叫瀛台的地方有关，还跟另一个叫纯一斋的地方有关。可能很多朋友对这2个名字不太熟悉，我打个比方你就懂了。如果把中南海比作美国的白宫，那么瀛台就相当于白宫里那间最具象征意义的椭圆形办公室，它是最高权力的核心，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用来会见最重要客人的、最体面、最具排场的地方。而纯一斋呢，则更像是深藏在白宫内部的一间非常私密的小型的会客厅。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去的惯例。2014年，习近平接待美国总统奥巴马，地点选在了瀛台。2024年的5月，他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丁，核心的会谈活动也依然安排在瀛台。可以说，瀛台一直是那个牌面最足、规格最高的选择。但是，从2025年的年中开始，这个延续了多年的惯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变了。习近平似乎不再频繁地使用瀛台，而是悄悄地把会客的地点转移到了那个私密的纯一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变化呢？有网友提出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猜想，原来这个瀛台背后可不简单。传说在清朝末年，那位试图变法图强的光绪皇帝就曾经被慈禧太后软禁在这个瀛台之上，而最终光绪帝也正是在这里离奇的中毒身亡。所以在很多熟悉这段历史的人眼中，瀛台根本就不是一座风光秀丽的皇家园林，它是一个带着浓重历史阴影的不祥的所谓的大凶之地。那么把这个历史的传说放到今天来看，这个会客地点的变化就变得格外耐人寻味了。我们都知道，习近平的晚年权力越来越集中，但与此同时，那种帝王般的疑心似乎也越来越重。此前外界还一度传出过他在党内被架空、暗流涌动的种种消息，即便后来他清洗掉了不少所谓的反对势力，却依然没有高调地重新回到那个象征着最高权力的瀛台。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为什么要避开瀛台？是因为那段光绪被囚的历史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某根敏感的神经吗？是因为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的处境和那个被软禁的末代皇帝有了某种他不愿承认的相似吗？我们无法钻进他的脑子里去确认他真实的想法，但这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不是恰好又和国分林、松原赵子乃至帕克的预言遥遥地呼应上了呢？会不会中共离垮台的那一天真的已经不远了？会不会就连身处权力最顶端的他自己都已经提前嗅到了那一丝山雨欲来的不祥的气息呢？聊到最后，我想和大家一起跳出这些具体的预言，来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前面讲的这一切，松原赵子的崩溃之感，国分林口中的政变与华国、帕克的分裂预言全部叠加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让人站立的共同点，他们描绘的其实都不是某一个孤立的事件，他们描绘的是一场针对某种旧有秩序的、彻底的、根本性的清算。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最根本的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每当这个世界进入一个大动荡、大撕裂的周期，类似未来人、类似大预言这样的故事，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疯狂地涌现出来？从各种各样的末日传说到盲眼龙婆，再到今天的国分林，人们对这些预言的狂热追捧，背后到底在渴望着什么？答案其实有点残酷，我们渴望的是一种确定性。其实回头看看人类的整部历史，你会发现预言这东西从来就没有缺席过。每当瘟疫横行，每当王朝崩塌，每当战火连天，每当一个旧的世界摇摇欲坠的时候，总会有各式各样的预言，
各式各样的先知从历史的角落里冒出来，古罗马的占卜，中世纪的启示录，乱世里口耳相传的童谣谶语，它们就像是人类在面对巨大未知时本能分泌出的一种精神镇痛剂。这背后的道理，几千年来其实一点都没变。我们之所以追捧这些近乎神迹的故事，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失去了理智，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乱了，太失控了。经济周期的无情下行，国际关系的剑拔弩张，科技大爆炸带来的种种伦理失控，让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感觉到一种深深的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身不由己的无力感。我们每天睁开眼刷到的都是坏消息，物价在涨，工作难找，世界各地的冲突一个接一个。我们努力的工作，努力的生活，却越来越搞不懂这艘叫做时代的大船到底要把我们带向何方。这种看不清前路的迷茫，比任何一个具体的坏消息都更折磨人。正是在这种无力感里，我们太需要有一个声音站出来，哪怕这个声音宣称自己来自2058年，只要他能拍拍我们的肩膀，温柔地告诉我们别怕。所有的混乱背后都是有规律的，一切都在一个早已写好的剧本里运转。我来自未来，这本身就证明了人类在2058年依然好好的活着。我们度过了那些劫难，我们依然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而事实上，国分林在2021年留下的最后一条公开的贴文，写的恰恰就是这样一句话。他说，未来是光明的，这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的。你看，他留下的那5条预言也好，关于华国的判断也好，每一条的背后其实都精准无误地对应着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真实存在的某一道脆弱的裂缝。他或者他们也许并不是真的在运用什么超能力预测未来，而是在用一种极其冷酷的理性帮我们总结了那些我们一直在逃避，一直不敢去细想的现实。他只是把这些灰犀牛般的危机贴上了一个个具体的日期，标上了一个个冰冷的数字，然后强行扒开我们的眼皮，逼着我们去正视罢了。影片讲到这里，我想你的心里应该已经有了一杆自己的秤。现在是2026年，距离那个传说中的时间锚点，那个国分林承诺会回来补上所有答案的2026年9月26日已经没有几个月了。那个承诺过会回来的账号，到时候究竟会不会真的出现？它又会带来怎样惊人的真相？还是说，那只是一场永远不会赴约的美丽的幻影？没有人知道。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今年剩下的这些日子里，历史巨轮滚动的轮廓已经在迷雾中若隐若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6个字，会不会真的有一天被一个叫华国的名字所取代？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大门前，会不会真的有一天站上一支政变的军队？那道困住了无数人的高墙，会不会真的有一天轰然倒下？也许这一切都只是一场荒诞的网络传说，也许他们是冷静到可怕的，对现实的提前预演，没有人能在今天就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想说的是，无论国分林是不是真的来自2058年，无论松原照子的事件是不是真的通往那个不可思议的世界，有一件事是这些预言反复在提醒我们的，那就是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再坚固的高墙，再庞大的帝国，再不可一世的权力，在历史的长河面前，都不过是一段转瞬即逝的浪花。今天看起来牢不可破的一切，也许明天就会以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松动、崩解，然后重生。这也许才是这些预言留给我们最深的一个启示。而我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今天真正想带给你的，其实并不是要你去相信哪一个预言，比预知未来更重要、更稀缺，也更值得我们去拥有的，是那一份在风暴来临之前依然敢于直面现实，并好好的、认真的过好每一天的勇气。那么，看到这里的你，最相信，或者说最担心上面讲的哪一条呢？你又觉得哪一条纯属无稽之谈，绝对不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发生呢？欢迎你把自己的想法连同今天的日期一起写在下面，作为一个小小的时间印记。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真的身处风暴眼的中心时，我们会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今天说过的这些话。到那时，但愿我们都能庆幸自己曾经认真的思考过。